好像是这座。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Oh,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不出来吗？我从江南追到了长白山。那辛苦了。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姐，这谁啊？你弟弟？对，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4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什么？你这么有效率？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人这是小雪人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不用不用，谢谢谢谢。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等一下，不对，我只是骗江瑞玩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那个面试不合格。也不是。那是件事。9点。好，那晚安，明天见。那真的是教练？我总觉得好像不对。哪里不对？教练长那么帅啊！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听着也没有东北口音啊，不像本地人。那也
也许是外地人到这里来谋职呢。哎，你这个小雪人怎么跟你昨天的照片这么像？对，不都是这种打扮的？这雪峰顶上有个餐厅，蛮不错的。我们累了可以在那儿喝个咖啡，休息一下，看看风景。好主意。回来了啊？一入住就迫不及待的出去了，去干嘛了？找了个临时兼职。什么兼职啊？说来听听。教练，教人滑雪。这边时薪多少啊？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忘记谈薪水了。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这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没有，所以明天只是以滑雪教练的身份出现。我早知道你来长白山有目的，只是不想揭穿你，没想到这么没出息。女孩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看了吧？算了，还是等我有出息吧。不给，雪场就这么点大，要是不小心遇见了，到时候我是什么反应，可就不好说了。根据我学生的水平，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在中级道附近展开，跟你们高级道选手遇不上。好了，着什么急呢？早晚都能看得见。谁说不是呢？聂奇光，你快点！小胡和你请的教练都在楼下等我们了。哦，来了。来了。哇，好美呀！给我拿着吧。好，慢点。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吃了吃了。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3个大人不是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早上好。这样我们1对2也更安全一点。我们找的。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的。不是啊，没问我呀。我网上找的，那个微博上。对，微博。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对，我们赶紧走吧。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一下。谢谢啊。知道吧，阿姨？我来吧。谢谢。慢点去吗？西光，哪儿找个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就微博上啊。我知道，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发了侧面。他微博发我看看。舅妈，舅舅在等。我就是问问西光，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哇，姐，你也太奸商了！
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哎呀，这肩上头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怎么称呼你啊？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小林，好。这个最基础的东西学一学吧。那个叔叔阿姨是第一次滑，入门就由我来教吧。好，小聂有基础，就让林教练来吧。没问题。小林，你不教我们呢？也可以换换。不行。这毕竟是网上找的，我怕他教学经验不足。没事吧？对，我们就让小胡教我们就行了。啊，行，那咱们就先开始吧。咱们的第一课就是先学习如何穿这个雪板。大家看到这个雪板上面有这么一个卡扣。怎么回事？什么叫换换也行？渴望进步的话，走一下长辈关系不是很正常？我有个想法啊。你看要不要等一下1个小时之后，你突然说有急事离开，然后从此消失在茫茫雪海？我是被白雪埋葬了吗？当然不是。本来也不是不行，反正教课也没工资。但是阿姨刚刚跟我说要给我算时薪，我舍不得走。小宁，我们也开始吧。你先滑一遍，我看看有没有问题。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你今天早上起来小腿是不是有点酸？你怎么知道？你的姿势要调整一下，你在用小腿发力，而且重心有点后倾。你说对，我好像是这样。我有点怕摔，所以重心反而不对了。这姿势摆的跟征服喜马拉雅山似的。哎，你们看来都不需要我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自己滑去了。你快走吧，拜拜。有了帅哥就忘了弟弟。我也很帅，真是。你小心点啊。走吧。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说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想你一整天，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每次说晚安之前，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我感觉我找到感觉了，有点像御剑飞行。那我们上初级道试试。要不还是再练2圈吧。
我不想当鱼雷。虽然以前滑过初级道，但是我早就忘了。而且我记得每次下缆车的时候，我都要摔跤的。这边的初级道我没滑过，我先去试试坡度和雪况。你自己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好，注意安全。今天最后给你们当一天保姆，明天就不管你们了。别，我们离不开你。张旭，你学长姐姐好像在前面，就是昨天帮我们拍照那个妹子。她长得很甜啊，怎么一个人？要不要喊她过来一起玩？你别想了，人家有男朋友，是吧，张旭？是。不是说不当鱼雷？我没有撞坏你吧？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啊！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奇怪的虚荣心。怎么样啊？这边的初级道陡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你这话说的，好像没有什么企图一样。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恨不得每分钟黏在一起。怎么不像了？你问张旭啊，情侣难道一定要那么例外吗？我也不清楚。刚刚接住那瞬间多浪漫啊，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可惜，目前我才是能接住你们的人。走了，我们也去初级道练习。走。我去中级道。重心前倾，正常向前滑行，别怕，我会在旁边看着你。你看，我就说我下来会摔吧。多练几次就不会了。
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出发。Inside my mind, lost in how you shine. You left your light with mine. I can'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 Don't leave it up to me, oh it ain't hard to see that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ow. Baby, I don't wanna forget. You are breaking down my walls, and I'm about to risk it all for you and see that. 你别拍，别拍！江润说我滑得像阳澄湖大闸蟹，你笑什么呀？很正常，毕竟都是江苏的。看到了吧？我们在终极道上滑了半天，你看到雨森了吗？没看到。哎呀，我们肯定被这臭小子给骗了。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找找？不找了，晚上找他算账。喂，姐。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哦，姐这么霸气的。多吃点肉，少管闲事。我今天累得够呛，明天我可不滑雪了啊。反正拍了照了，你明天还去吗？当然去了，你可别又拉着我去逛什么景点。谁问你？不去了，找点轻松的事情做做吧。那明天咱们去看看天池开不开？开的话咱们就过去，不然就去延吉逛逛。行，就这么安排啊。嘉瑞，明天你跟你姐呢滑你们的，我们玩我们的。正好呢，小胡跟我们，小莲你跟他们，我们各玩各的，挺好，这样我们也放心。行。哎，对了，小林，你早上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对。哦，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上海的。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西瓜也在苏州啊？这么巧？哦。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舅妈，你吃块肉哦，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哦，你尝尝，你尝尝吧。我尝。好，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调查户口呢。哇！铁锅炖大鹅可以吃了，请慢用。可以了哈。下。好。哎伟，滑梯不错，你去滑吧。啊！哎呀，别了，我都多大岁数了，支持。这跟岁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冰雕不错，拍张照片。这儿。咱们也留个纪念啊！快去。摆个造型啊。这儿行吗？来，可以。1、2、3，换一个姿势。老陆。啊？你看那个人，谁在里面？臭小子，总算让我逮到了。哎，你慢点。大家多吃点啊，别的地方的豆角真没这口感。这还真是没这么糯啊！来，多吃。好吃。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难不成
你是接了别的活？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街道找了你半天。小莲，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哦，没事。原来如此。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你好。啊，你们好。同事。姐，你骗我哈！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我和家人正好也来长白山度假，巧遇西光，一时起了些开玩笑的心思，还请叔叔阿姨见谅。没事没事，哎，你们年轻人话头多啊。雨森，那你们慢慢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啊。盛小姐，你是江云。你是自己说，还是我们问？说什么啊？就是我上司，然后正好来长白山玩嘛，就开了个玩笑。刚刚吃饭的时候都说了呀。哦，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上司啊？你知道？哎，我什么都不知道。喜光，我要问你啊，他是不是在追你？好啊，我都……你怎么这样啊？你之前还跟我们说谈恋爱要多留几个心眼，多接触一阵子呢，这会又变。我这不是看他条件难得吗？这小林啊，个人条件看着是不错，人也和气，就是这个家庭背景啊，太复杂了。怎么复杂了？不就是盛先民的外孙吗？不是这么简单。西光，你对他家的事儿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爸爸很早过世了，妈妈常年居住在国外，其他的我不清楚。你见过小林的爸爸吧？见过，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商界酒会上，那会儿我跟西光爸爸还在创业，找了关系才混进去的，被人介绍着认识了盛小姐和林总，可惜后来交往不多，没过几年就听说林总出事了。这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小林的爸爸怎么出事的？这就得从头说起了。本来呢，这别人家的事儿也不好多说。不过西光若是以后真和人家谈了恋爱，这还是要知道一些。今天呢，你们也都见到盛小姐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盛维爱。看名字啊，就知道她当年呢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掌上明珠。我第一次见江云夫妇是在一次酒会上，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去的。
那时候啊，他们还是个小公司，但是在人群中，他们最显眼。聂成远，是叫这个名字吧？是。聂成远这个人长得很出色，但是呢，热情过度，夸夸其谈，我对他印象一般。倒是江云，别有一种沉静妥当、不卑不亢的气质，让人一见啊就心生好感。不过后来，聂成远跟你大舅舅交好，跟我们自然就没有什么交集了。没想到，这么多年后，竟然还有这样的缘分。这个女孩，我一看就喜欢，眼神清澈又灵气，你要好好把握。只是聂成远跟你大舅舅那边交情深厚，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力。江阿姨和聂叔叔离婚了，倒不必担心这个。共苦容易，同甘却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今天我跟你洛叔去中极道滑雪，想跟你来个偶遇的，没想到没见到你，倒是遇到了你大舅妈那边的亲戚。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外公就会知道我回国了，到时可能会问起你，我提醒你一下。好。年前你怎么跟你外公说的呀？每年过年前，外公都不问他，过年后会问一声，是不是一切都好？我说都好，他就不再问了。年后又要办寿宴了吧？是的，今年好像要大办一场。你会不会觉得我狠心，这么多年都不去看自己的父亲？当然不会，我小时候就说过。谢谢你儿子，从小就被迫这么懂事。你终于也要谈恋爱了，顺利的话，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妈妈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不谈恋爱也身心健康，你不用悬着心。那可不一样，你感受不到吗？如果有一个喜欢的人、爱的人陪伴在身边，整个世界都是充满期待、焕然一新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跟你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想听吗？当然。那时候，其实是我主动追的你爸爸。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好像很小很小的时候，爸爸悄悄跟我说过，我有点印象。他悄悄跟你说过呀？那他肯定没有跟你说过。其实，一开始他是拒绝我的，还拒绝了很多次，我都快要放弃了。可有一天下大雨，我摔了一跤，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都看不到几米以外的人，他跟我隔着得有20-30米远，就这么冲了过来。我就彻底放不下了。我问他：“你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拒绝我呢？”他给了我一个很老土的理由，觉得配不上我。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了。那时候我可有自信了，觉得只要相爱，一切都不是什么问题。后来的一切也的确很顺利。我们恋爱、结婚，生了你。你爸爸为了证明自己，废寝忘食，拼命的工作。可是因为太出色了，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惮。最后他们联手做局，让他出了纰漏。你外公明知他是无辜的，却依旧把他外放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我永远记得，临走之前，你爸爸跟我说，不要生你外公的气，说你外公有苦衷。而你外公也跟我说，只是权宜之计，堵一下别人的嘴，1年之后就让他回来。可这一去，就是3年，最后有什么权宜之计和苦衷，抵得上你爸爸的命呢？无非是因为你爸爸聪明能干又无私，趁着你舅舅们的贪婪无能罢了。我怪他们，但是我更怪我自己。是我执着非要跟他在一起，是我让他来的深渊。他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他的身体一直那么健康，体检一项异常都没有，一定会长寿的。我改变了他的命运，却没有保护好他，让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可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有惩罚我自己。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还当他们的好女儿、好姐姐，装作和和美美，享受天伦之乐。而你的爷爷奶奶却在花甲之年痛失至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妈，你不该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起码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所以那会儿，我想逃避一切，想要带你走，最后还是把你留给了你爷爷奶奶。我也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坚强的母亲。没有，你会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打得我都烦了。每年寒假、暑假来瑞士，是不是也嫌烦呀？不，那是我小时候好好学习的动力。妈妈但愿你永远不要知道那些事情。所以你小时候也没有限制跟你外公来往。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又错了？后来你还是知道了，你的内心一定很煎熬。爷爷奶奶也从来没说过，直到去世的时候，你们只是想让我不带着仇怨长大，有个完整的童年。谢谢你，儿子。林雨森平时看起来那么豁达洒脱，原来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连妈妈都不在身边。那几年呢，盛家势头很猛。然而这么一来，
那几个儿子的风头却被小林爸爸盖住了。也不知道盛远内部发生了什么，林总呢就突然被派遣到国外去开拓市场，好几年都没回来。后来那个国家发生了政变，他意外受了伤，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这么身故了。哎呀，人生无常啊！老头子也太讨厌了，又要用人家的才能，又要卸磨杀驴，对知县也玩弄这些手段。这结果肯定也不是他想要的。可是是他直接导致的呀。盛小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林总身故之后，他就直接出国了。听说连盛老爷子生病他都没回国。小林也跟着出国了？听说留在国内陪爷爷奶奶了。老人家可怜，孩子也可怜。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这么不讲道理了？好吧，我的错。就是嘛，你居然敢反驳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什么？陪我去喂鹿。哎，路滑别跑！你连喂小鹿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啊，小红晚上送过来的。她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喂鹿。那你拿走了，明早喂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鹿更想吃宵夜呢。哎，你看，等一下，你好。小鹿是要收回去了吗？对，本来天黑就收了，过年再稍晚一些，你们明天早点来吧。啊，那好吧。
他好像想吃夜宵，我们能不能喂一块？行，你们胖子头啊是最馋的了。怎么喂啊？你下。这样。好。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它的脚好漂亮，这是什么鹿啊？这叫驯鹿。驯鹿。你要再喂一块。这样。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哎，你摸摸。我们不能再多喂你了，你老大不让。走了走了，你已经是最胖的了。我都没见过这样的鹿。你没去过动物园吗？好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动物园见过。我当然去过动物园，但是我好像没去见过鹿。我每次都直奔大熊猫，可恶，大熊猫每次都给我看屁股。那现在鹿跑了，我们怎么办？哎呀，我们放烟花吧。但是有一个事情你要先去做，去问人借个打火机。好，等会儿。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最后一个啊，放完我就回撤。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这是天价烟花吗？怎么了？不可以呀？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太有了。难道你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好了？快把这个烟花放了吧，我要回撤。走吧，我送你回去。烟花呢？你不放了吗？你不说这是我的工资，当然由我做主。我决定带回去留作纪念。等等我。哎呀！我建议还剩下一个烟花，你就把它放了，反正也不能带上飞机，对不对？聂继光，你人呢？你不会溜出去找那谁了吧？大人的事情你少管。不是，那我的烟花我能管吗？白天骗我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晚上还偷我烟花，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怎么了？你自己看。问问他什么挑战？好。他问你什么挑战？果然跟别人跑出去了。追逐赛，明天高级道见。可以，我接线了。
手机都随便给人家用。啊，我没出息的姐姐啊！那我回去了。等一下，早上等你的时候捏的，人多不好意思给你。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啊。那明天是什么小雪人啊？明天？我还没构思好，回去想想。好吧。那明天见。明天见。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就停在这里，看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就停在这里 ，Just you and me， 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命运写好的剧情。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江瑞他们人呢？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人影？小胡送来的早餐加热过了，快点来吃吧。老早就出去了，是要跟小林去比赛，我让他们悠着点。他们熟络的倒快啊！哼，你儿子你还不知道，自来熟得很。我昨天晚上想想，冷静下来了。小林条件是好，但谈对象的事情啊，确实不能着急，得让西光啊多相处一阵子再说。是这个道理啊。我年轻的时候就吃了这个亏。啊，哎，我们今天做什么？哦，小胡不是说带咱们去研究城里面逛逛吗？你们夫妻俩去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啊。我在酒店附近走走。下午，盛小姐还约了我去雪屋喝茶。哦。你真的要和林雨森比赛吗？你不觉得这种比赛很中二吗？哪里中二？这叫热血竞速，懂吗？怎么说，林哥，比不比？我都换单板来了，你说呢？嘿嘿。你为什么换单板？哦，双板时速快一些。江瑞输了肯定不服气。哎，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说干扰比赛了。哦，抱歉，我以为这是热血的一环。好吧，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我在终点等你们。一起上去吧，上面有咖啡馆，你不去看看雪顶风光？
出发。这就是我们要征服的高山。站远点，别让人觉得我们是一起的。姐，我们去那边咖啡馆坐。我们来看看要滑哪条道。你怎么比江瑞还积极的样子？哇，你果然早有准备啊！还好我也精心研究了。我建议滑这条道，距离最长，可以滑个痛快。可以，我刚刚在缆车上观察了一下，这条道人比较少，相对比较安全。我下去拍2张照片，你们商量你们的比赛规则吧。拜。哦。要喝点什么？我就不喝咖啡了，来瓶电解质饮料，快速充个电。我也一样。好。先给我。一会儿滑这条的时候呢，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注意一下，因为这里有个陡坡，如果不减速的话会很危险。减什么速啊？歘一下下来不就完事儿了？这景色真不错啊！想想怎么下去吧，非要瞄了一眼，大不了坐缆车喽。那就决定了，就滑这条道，先到的赢啊！可以，不过也说好了，安全第一，比赛第二，滑出自己的水平即可，不要为了赢无限提升速度。啊，那当然，我宝贵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呢，才不想去骨科呢。不过要是你输了，就自动放弃追我姐吧。比赛归比赛，跟你姐姐没关系。输了，我也是要追的。不过你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如果被她听到……哎，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别乱上升啊！你不会告状吧？那前天我和你姐一起骗你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哎，行，我刚刚说过的话，你就当我没说过，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拿滑雪杆子打死我。这么暴力？当然不是，我姐可讲道理了。哇，你这滑雪板子图案好特别啊，这从来没见过，好像要签名。对，我妈帮我定制的。你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订一个。哎，你不要试图收买我。在你成为我姐正牌男朋友之前，我不会收你任何礼物的。立场这么坚定啊？就是立场不坚定才不敢收啊。走吧，出发。走。追是什么意思？庄旭不是说她有男朋友？难不成她分手了？现在这个是新的追求者？你看我说什么了？就是不是啊？人家的事情，你一个男生别碎嘴到处说啊。当然不说，我都不认识，关我什么事？我喊3、2、1，出发！你们一起滑，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长白山西光杯第1届追逐赛马上开始！咚咚咚咚咚咚，2位选手已就位。3、2、1，出发！
是这么强就好了。林雨三，你们谁赢了？啊，就差一点点。险胜。好吧，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但是毕竟我高中3年都没滑嘛，等我恢复一下再战。随时恭候。我刚给你们拍到了一点点视频，真的太帅了，你看。哦。我决定了，我也要上高级道。你先把初级道彻底征服了吧，然后征服中级道。别一口气想吃成胖子，结果到时候走下来妨碍大家滑雪。你好好说话。啊，姐，你打我！王菲为你说好话。啊？怎么听起来你像说我坏话了？哎，没有，我就是说你充满张姐风格嘛。最好是没有。而且我又没说这次就上高级道，我肯定要慢慢来嘛。好了，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去你们高级道玩吧，我去拿板子去初级道练了。我和你一起去。不要，你自己滑自己的。耶，你不会生气了吧？生气你个头！你们有高级道的水平，陪我去滑初级道，肯定没有什么乐趣啊。所以我说分开行动。哦，那的确没什么意思，太缓人又多拉不起速度。那就这么决定啦，我们各玩各的，中午集合一起吃午饭。明天我跟你分开滑，今天我还是和你一起。不要。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的教学计划不能乱。什么教学计划啊？下午带你上中级道。那好吧。黏糊糊。干嘛？你干嘛呀？神神秘秘的。你这次谈恋爱要有些技巧，懂不懂？不能跟以前似的。等一下，我们还没有谈。啊，我知道，就是说跟男生相处不能太实诚，要有技巧。啊，你恋爱都没谈过，还来教我？我这学的宿舍兄弟教的，反正我们刚刚等你缆车的时候已经帮你铺垫好，现在就是叮嘱你一下，别说漏嘴。你铺垫什么了？听说非常有用哦。我说，我姐还是第一次这么晚跟一个男生出去玩呢。还有，我姐还是第一次对一个男生这么上心了。就这样。干嘛？江蕊，我还是第一次打你的头呢。啊？走了。注意安全啊！啊？不用太紧张，这边中级道不算陡。没紧张。今天早上的比赛，我是不是应该让一下江蕊？当然不能让了。我对这个倒没什么胜负心。滑在他前面的时候考虑过一瞬，不过一想到你给这个比赛取了名，我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西光杯，我当然不能让。